央视曾经曝光过夺命保温杯啊，这种保温杯热水进毒水出，那有些不知情的家长可能还会买到这种劣质的保温杯，而且我们手里拿的保温杯并不是啥喝的都可以往里面放，由于这个东西关乎到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的成长，所以我今天就说一下什么样的保温杯才是一个安全合格的保温杯，这是纯知识分享啊。那目前你能买到的所有的保温杯基本上都是不锈钢内胆，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材料能够取代不锈钢的优势，因为它的高强度保证了不易碎、不易变形，对吧？其次就是不锈钢它耐腐蚀、耐高温，不管是什么塑料呀还是玻璃，这些材料都无法取代不锈钢，对吧？由于不锈钢内胆和水直接接触，所以我们首先要选择合格的食品级不锈钢。但是由于各种型号的不锈钢在外观上看起来都一样，抛光纹理完全是相同的，你无法用肉眼辨认，所以有些保温杯用的就是对人有害的低价不锈钢，它会在你喝水的时候吸出超标的重金属，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那要说起不锈钢，很多人认为这种材料它就不会生锈啊，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材料它更准确的名字叫耐腐蚀钢啊，它其实是会生锈的。我们知道在自然界有很多的单体元素都是无法稳定的存在，大部分都会和其他的元素发生化学反应，那么铁就是这样的，它很容易会被氧化，形成片状的氧化层，这样就会造成氧气大面积会与内部的铁接触，加速氧化。那如果我们现在给铁里面加入碳元素的话，铁就会变成碳钢，虽然强度变大了，但也一样会被氧化。所以我们就需要开发一种新的合金，也就是说往铁里面继续添加一些元素，使它在这个高强度、可塑性、耐腐蚀性这三个方面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不锈钢就诞生了，它里面的主要成分依旧还是铁，有少量的碳。那问题是添加哪些元素会让铁变得耐腐蚀？答案就是铬和镍。这两种元素的加入会让铁、铬、镍形成稳定的奥氏体组织，这样的合金就被称为奥氏不锈钢。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够见到的不锈钢基本上都是奥氏不锈钢，当然人类为了满足其他的要求，还会往里面添加其他的元素，比如钼、钛、铝、铜、锰、氮等等这些元素，但这些不锈钢都属于铬镍系列钢。那不同的奥氏不锈钢有不同的牌号但常见的有3种，这个210、304、316不锈钢，它们的区别是合金的成分还有比例不同，但都是以铁、铬、镍为主。好，那下面我们先说304不锈钢。304是奥氏体不锈钢中用途最广的一种含铬镍材料，其中主体依旧是铁，还有 18% 的铬， 8% 的镍，所以这种钢也被称为18-8不锈钢。18-8就是表示了其中的这个铬镍含量304不锈钢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抗腐蚀的性质，所以它经常会被用作这个电冰箱、洗碗机这些家用电器，以及食品加工的设备、锅碗瓢盆等等厨具当然还有我们用的这个保温杯。那为什么加入了其他元素以后铁就变得耐腐蚀了？我们就拿铬来说它这种元素其实也非常容易和氧发生反应，形成氧化铬，但是它不会像铁那样变得非常的松散，而是会在几个原子层面上形成一个致密的氧化铬膜，彻底的隔绝空气。那氧化铬还具有很好的耐久性和非活性，也就是说它附着在不锈钢的表面，不会转移或者进一步与其他的材料发生反应它还能自我更新如果说它被这个移除或者破坏了，那么更多的铬会与氧气发生反应来补充这个屏障，这就是不锈钢耐腐蚀的一个原因。那下面我们说316不锈钢，这种不锈钢是304的进化版，由于我们在316中添加了 2% 到 3% 的钼就使得316更加的耐腐蚀、耐化学攻击。它在高温下对这个硫酸氯化物、溴化物、碘化物、脂肪酸的溶解具有相当大的抗性，这些特性都是304所不具备的。304很容易受到氯化物的腐蚀，还有盐水环境的腐蚀，其中氯离子就会造成304局部出现实点，然后就会蔓延到这个铬的屏障下面破坏内部结构。比如说仅含25 ppm 的氯化钠溶液就会对304开始产生腐蚀的作用。所以316被大量的用在了更加高端的医药制造、化工制造、工业、化工运输这些行业。那最后我们说一下210不锈钢这是一种这个被阉割的不锈钢，其中减少了这个铬和镍的含量，以削减成本，其中包含 16% 到 18% 的铬， 3.5% 到 5.5% 的镍添加了 5.5% 到 7.5% 的锰所以210不锈钢的这个耐腐蚀性就变差了，根本无法抵挡酸性溶液、氯化物的浸泡，就算在水中的话也会出现锈点
结构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用水泡的 210不锈钢也很容易将内部的合金成分释放出来。所以一些劣质的保温杯就会用这个 210不锈钢。那这种不锈钢本身它不是食品级别的，所以在加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杂质，比如说会把铅和砷这种有害的元素带到里面，因此这种保温杯就是一个稳定的重金属毒源。像304和316就不会有这种情况，稳定的隔膜可以阻止进一步的腐蚀，所以就可以保证不锈钢里面添加的元素不会被释放出来，或者说它释放出来的元素在人体可接受的安全范围内。所以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选用安全的保温杯？那一般情况下，正规的保温杯在杯体上都有304和316的标记，它们两个可能会标记成以下这些形式，不过一般都是 SUS 304、SUS 316。如果没有这些标记，或者是标签说明上都没有，那就不要选择了。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可以拿回去用盐水泡上几天，如果发现内胆的光泽变暗了，或者说有明显的腐蚀的痕迹，就不要再用了。当然除了内胆，保温杯上的零部件也要达标，比如这个杯盖、吸嘴密封垫、密封圈都要选择 PP、PE 或者是食品级的硅胶材料。那以前我们用过的 PC 材料非常的不安全，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下 PC 材质会有很大的概率会释放出双酚 A， 这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危害的。那其次就是保温杯的密封性还有保温的效果要好。那保温杯之所以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是因为它有双层结构，里面抽了真空，阻止了热传导和热对流，再加上保温杯里面的光滑的反射材料可以防止一部分热辐射，所以保温杯就可以保温了。那么其中抽真空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有2种抽真空的方式，有尾真空和无尾真空。其中无尾真空是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它是在1000摄氏度的温度下完成的抽吸和风焊真空度要比有尾真空要高了很多，所以保温效果最好。如果有保温杯用了这个技术的话，肯定会说的，很容易看到。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使用保温杯的时候需要注意啥有2点很重要，就是说在清洗的时候不要刮伤不锈钢内胆这样会破坏隔膜，并且会留下划痕，这些微小的缝隙还会藏污纳垢滋生细菌的。其次就是保温杯并不是啥都可以装一般买到的保温杯都是304不锈钢，它不怎么耐酸，以及一些化学制剂的攻击像什么果汁、碳酸饮料以及不明成分的液体就不要往保温杯里放。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领德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